最近这1个多月时间，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涨到了88，那说明什么？说明当前的这一波主升浪它依然没有结束啊，依然没有结束。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等待这个阶段性的结构调整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就从波浪理论角度来看一看阶段性的结构调整，它大概是属于什么样一个级别的。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一个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平台限制问题，更多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大家可以加 QQ 微信来了解权益和福利。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港股的腾讯音乐，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粉丝约稿，想了解一下腾讯音乐后期大致会涨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中途如果想参与，需要等到这个调整出现之后回撤到什么样的一个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就围绕以上2个问题展开本次视频的主题。其实这支票呀，我们6月13号当时是已经说过啊，当时说过13号说的时候，大致的价格应该是在72、73左右。那首先我们还是先复盘一下整体的一个走势。整体的走势，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周线图啊，上涨的1浪，回撤的2浪，然后3浪、4浪，目前是处于这个第5浪主升当中啊，第5浪主升当中。那这里有一个疑问，第5浪为什么会发展的如此的强？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它1浪和3浪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这个1浪和3浪啊的比例关系只是大致是 1.7 倍这样一个距离啊， 1.7 倍这样一个距离，就是一个很常规的这样一个比例关系。3浪并没有说是因为它是主升浪，所以它走得特别强特别远，所以造成了目前多头的情绪只能在这个第5浪当中啊去宣泄。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划分这个第5浪内部的一个次浪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这个，稍等一下，我们先将这个之前的划线啊归属一下。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周线级别的第5浪。那么当下我们就是要来划分日线级别的5浪内部的一个结构。51、52，目前整体都是处于53当中啊，53当中。后期只能说是等这个53结束之后呀，我们才有参与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53结束之后，它可能再次会出现5浪4的调整，然后5浪5的再次上涨。下一次我们想要波段做多，只能等待这个5浪4的调整结束之后，才有一个参与的一个机会。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近期这波5浪3的上涨，上方大致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首先我们还是切换到这个周线图，先对比一下3浪和5浪的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上方啊最近的这个压力是位于 1.382 倍的 93.55， 是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我们要测算一下5浪1和5浪3的一个比例关系。其实可以看到5浪3和5浪的1的比例关系基本上现在马上就要靠近2倍的这样一个距离。它继续向上的空间其实来说的话并不是特别大啊，这是一个从幅度上的角度来看。等会儿我们再从日线级别的它的这个5浪3的内部结构再来说。那上方面临的最近的这个压力 93.55，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虽然它是主升浪5浪3，但是它的后期的上涨幅度和空间，它也不可能是无限制的涨下去啊，无限制涨下去。那现在目前来看，我们先当它这个 93.55 是我们5浪3的一个预期目标。那也就意味着近期的这次上涨，其实当前5浪3的上涨距离上方的压力已经是比较近了啊，已经是比较近了。之前创出的高点是在 88.50， 距离这个位置大概只有5块钱的空间，所以说短下继续向上的空间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小的。那后期我们只能等待这个5浪3结束之后，并且后期这个5浪4调整走完之后才具备新一轮的一个参与机会。那么目前
我们假设这个5浪3最终会在 93.50 附近结束，那么通过这个黄金分割的调整，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下方大致的支撑位是位于80到 75.50。 我们先假设一下80到 75.50， 这才是下一次这个所谓的5浪4结束之后新的这个5浪5的这个蓝色段的参与机会。那当然后期随着这个5浪3的高点真正出现之后，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对的高低点稍微修正一下，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支撑区域。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目前为什么我不看好这波5浪3会无限制的往上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天图走势。从整体的天图走势来看当前这一个级别的5浪3内部，它又分别走出了子浪1、子浪2、子浪3、子浪4。其实目前就是处于这个子浪5当中子浪5当中。当然你说它有没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从常规的5波发展成9波？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还是先按照常规的走势预期来看那也就是说，现在目前是处于这个子浪5的一个末端，子浪5的末端。如果我后期继续向上向下调整这个第6、第7、第8、第9，那么可能上方的预期会选择刺穿这个 93.50， 但是也不会走得太远，所以我个人建议说，腾讯音乐涨到目前这个点位，我个人是觉得风险是大于收益的。尤其从波段的角度来说的话，如果前期的相对低位你没有介入进去，那么目前这个点位你想进出去以后，想选择再看后期的上涨空间会比较难受，因为上方任何一个关键的压力，波浪尺提供的压力都有可能成为它的结束点。所以说保险或者稳健的做法，我们应该是等待这个所谓的子浪4的调整，5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来做最后一个5浪5的走势。同时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这个5浪2它的用时，上一次5浪2的整体用时大致是用了6周时间。下一次我们从时间跨度也能分辨这里是不是5浪4，就是说它的调整时间是选择等于或大于6周时间。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对腾讯音乐的再次更新目前好的波段机会依然没有出现，建议大家继续等待，耐心等待。交易本身其实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等待这个机会出现的过程。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